在韩国，检察官到底有多牛？当着黑帮老大的面，检察官掐着小弟的耳朵各种辱骂，全然不顾一旁老大的感受。老大本想劝阻，没想到自己也被一顿嘲讽。可俗话说得好，鸟不贪不亡，人不作不死。忍辱负重的会长早就对检察官动了杀心，明白会长的意图后，阿斗找来小弟宗秀，决定替会长除掉这个祸患。两人提前摸清了检察官的行踪，开着车一路尾随其后，在一个僻静的路口，他们故意制造追尾。宗秀下车假装道歉，吸引对方的注意力。阿斗则趁桥上的火车通过时，拿起棒球棍从背后偷袭，接着狠狠地爆掉检察官的头。事情做得干净利落，会长很是高兴，他承诺从今以后一定会重用阿斗，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保密。阿斗自然明白其中的厉害。可与此同时，大哥也察觉到阿斗在为会长越级办事，这让他非常不爽。他偷偷安排心腹小弟做好准备，等妹妹的婚礼结束后，立马动手做掉阿斗。然而他却忽略了阿斗的决心。从杀死检察官那一刻开始，阿斗就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打算。终于等到大哥妹妹结婚这天，阿斗和小弟们不露声色的前来赴宴。趁大哥独自上厕所时，他找准机会猛地一刀刺过去，随后捂住大哥的嘴，将他径直拖进了隔间里，利用马桶的冲水声做掩护。阿斗对着大哥的胸口疯狂抽刀，很快大哥就彻底停止了呼吸。做完一切后，阿斗淡定地回到席位上，将桌上的啤酒一饮而尽。随后在他的指令下，宗秀将大哥的心腹全部闷杀。顺利上位后的阿斗再也不是那个天天催债的小混混，不仅有了自己的厂子，还把一家人全都搬进了大房子。而且在阿斗的求爱攻势下，他和贤珠的感情也取得了进展。这一切当然少不了明浩的撮合。为了感谢明浩，阿斗把他推荐给了会长。会长对明浩的电影非常感兴趣，他答应出钱投资，但条件是要给他的女儿安排一个角色。双方一拍即合，有了资金的支持，明浩的电影顺利开机。阿斗时不时会去现场探班，还热心地为演员们做起黑帮打架的示范。临走时，他告诉明浩，一定要把黑帮精神的精髓拍出来。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这天，阿斗无意中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缠着贤珠，于是他悄悄跟了过去。为了帮贤珠摆脱纠缠，他果断上前英雄救美，将男人按在地上一顿暴揍。可他的举动不但没有换来感激，反而让贤珠感到害怕。나는무서워이제는보고싶지않아两人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感情就此破碎。失落的阿斗一个人在街头买醉，得知消息的明浩匆匆赶了过来，冒着大雨将阿斗背回了公寓。两个男人在公寓里彻夜长谈，相互吐露着彼此的心声。可正是由于这次酒后失言，将二人的命运彻底改写。虽然阿斗在感情上遭遇了挫折，但他在社团却混得风生水起。会长拿到了城中一大块地皮，为了项目尽快开发，他将动迁的工作交给了阿斗，并承诺事成之后分给他50亿作为酬劳。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阿斗立刻带着小弟们开始行动。作为曾经的催债高手，暴力拆迁对于他来说简直得心应手。凭借恐吓、无赖等多种手段，很快他们就搞定了一大票拆迁户。眼看事情就要大功告成，可偏偏有5个住户怎么也找不到踪影，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这让阿斗的拆迁工作陷入了停滞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从一家网吧将一个叫大鹏的混混抓了起来。然而通过严刑拷问，阿斗这才知道，原来这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险些让他丢了性命。